Steven 今天将针对明治神宫这个东京必访的景点摄影拍摄攻略的解析哦。Steven 这边有3张照片，首先我们看到左上角由红色的景致构图所形成，我们看一下构图线，一样是由红色的景致构图。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在旅游拍摄的部分，你如果只要能掌握好基本的一个景致构图，Hello， 大家好，我是 Steven，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咯。欢迎大家来到 Steven 的摄影讲堂。大家还记得 Steven 先前有分享东京8天7夜的实战拍摄攻略的影片吗？那 Steven 其实在东京的8天7夜当中拍摄了不少精彩的照片哦。那如果还没订阅我频道的朋友，赶紧订阅我的频道来观赏精彩的影片内容吧。那 Steven 今天将针对明治神宫这个东京必访的景点，在有限的行程时间当中，如何运用基本的构图概念、气氛的营造，以及如何挑选场景的部分，来做一个深度摄影拍摄攻略的解析哦。首先我们来到明治神宫需要搭乘山手线来到原宿站，由南参道的南口进入。那经过原宿站 Steven 也在这边做一个记录，大家看一下构图的内容，还是由景致构图以及前方黄色的区块旅游的人像做一个陪衬。接着我们来到大鸟居的第一拍照景点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构图的区块，由红色的景致构图以及蓝色的放射状构图做一个结合。景致构图的区块由上中下做一个3分构图法的运用，下方的黄色的话是前景，由旅游的游客来做一个陪衬。接着下一张我们看到大鸟居也可以使用超广角的拍摄手法，由景致构图以及蓝色的放射状构图做一个结合。那下方的黄色区块也是由旅游的人像做一个陪衬接着我们穿过大鸟居来到静谧的林荫大道，这边 Steven 有4张照片，左上角的照片是红色的对称构图以及蓝色的放射状构图，加上黄色区块的人像做一个结合。右上角的照片是红色的景致构图以及黄色区块的人像做一个结合。左下角的照片是景致构图以及蓝色的放射状构图，还有黄色的人像的区块做一个结合。那右下角的照片的话是红色的3分构图法，以及蓝色的放射状构图，以及黄色的人像区块来做一个结合。这4张照片 Steven 会挑左上角、左下角以及右下角。那之所以不会挑右上角，主要是因为人物站的区块相对比较大太过有一点抢眼因此不会去选右上角的这一张，而是选左上角、左下角以及右下角的这3张相对看起来会比较和谐一点，比较符合静谧的一个主题。接着我们拍摄林荫大道的人像区块Steven 这边有3张照片，首先我们看到左上角由红色的景致构图所形成，以及蓝色的放射状构图，还有黄色的区块左下角以及右上角。左下角的照片依然是由红色的景致构图以及蓝色的放射状构图，还有黄色的区块左下角以及右上角所组成。最后一张是由景致构图，还有蓝色的放射状构图以及黄色的区块左下角以及右上角所结合那这边的话 Steven 会比较选择左下角的照片以及右方的照片主要原因是因为左下角的景致构图以及放射状有做一个交叉结合的地方就是黄色区块圈起来的地方，以及右上角它是从放射状的一个起始点，正好也是
黄色的一个井字构图的一个交叉点。右图的部分一样，人像的部分占据了左下角的一个井字构图交叉点，右上角的区块的话，也是放射状构图的起始点，以及井字构图的交叉点，也是比较接近的区块，看起来会比较和谐。下一张我们反向拍摄林荫大道往大鸟居的方向，也可以看到构图线，主要是以红色的井字构图，以及蓝色的放射状构图，还有黄色区块的左上角、左下角以及右下角来做一个结合。大家稍微看一下，主要就是井字构图把它切成上中下，中间的话是一个大鸟居的远景，前景的部分的话是人像黄色的区块来做一个陪衬的部分，看起来会非常的和谐。接着下一张，这边是酒肆的部分，相传明治天皇他非常喜欢西洋的酒，因此在明治神宫这边有做一个酒肆的一个陈列。构图的部分的话，一样是放射状构图，有红色的构图线，大家可以看一下。接着我们来到第二大鸟居的第二个拍摄景点，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构图线，由红色的井字构图所形成，以及蓝色的放射状构图做一个结合。井字构图相等于三分构图法，上中下，上面是天空，中间的话是大鸟居的景色，下方的话是前景，那前景的话有人物去做一个陪衬，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黄色的区块，个别是大鸟居的左右，以及左下角人物，以及放射状构图的起始点，看起来会非常的和谐。接着我们来到接近内殿的前广场，这边的话也是由红色的井字构图所形成。井字构图的话可以看成三分构图法，上方的话是大鸟居的上半部，中间的话是远景进入明治神宫内殿的区块，下方的话是人物的陪衬。接着我们看另外一张，一样也是三分构图法以及井字构图法做一个结合。红色的线的话分成上中下，就是上面的大鸟居以及中间的内殿以及前面下方的前景做一个人像的陪衬，分成3个区块。接着我们看到另外一张用超广角的斜角做一个拍摄，一样也是红色的井字构图做一个运用，主要是一个斜角的井字构图。大家可以看到黄色的区块在交叉线上，右上角的话是大鸟居右上，左上的话是大鸟居左上的交叉，左下的话是正好在人物的区块的主体，右下的话也是有一个人像以及大鸟居的角位的陪衬，因此看起来构图上面会比较协调。接着我们准备进入内殿前的大广场，这边的话是拉一点焦段，我们看一下构图线，一样是由红色的井字构图所形成，还有放射状的蓝色的线形成。那这边的话也是分成3个区块，上中下，天空中间的牌楼以及下方人像的一个陪衬。放射状的部分的话是由内殿延伸到外面的下方前景，因此看起来照片会非常的协调。接着我们可以用超广角的方式来做一个不同景象的拍摄。我们看一下构图，也是由红色的井字构图所形成，再加上蓝色的放射状构图。上面的区块的话一样是天空，中间的话是牌楼的部分，下方的话是由人像来做前景的一个搭配陪衬。接着我们准备进入内殿，那我们看到牌楼以及内殿的区块，这边是一个回字构图，同时也是一个透视构图法的运用。我们看一下构图线，那由红色的对称构图形成，然后再加上外框的绿色线以及内框的浅色绿色线去做一个透视的一个感觉，然后再加上人物黄色的区块来做搭配的一个陪衬。紧接着我们看到在牌楼前殿前面的人像4张照片，主要都是以井字构图所形成，只是人物占据的区块
比例不同。这边的话 ，Steven 会比较选择左下角以及右下角。大家可以看到黄色圈选出来的区域哦，那左下角以及右下角相对人物占据的一个幅面会比较广，因此看起来照片会比较协调一点点。接下来我们来到人非常多的内殿哦，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构图的区域运用，主要是以红色的紧致构图为主，然后再加上蓝色的放射状构图。由于人潮非常多，因此我们也可以利用人来做一个陪衬。我们首先看左上角黄色的区块是由大树做一个陪衬，左下角的区域的话就是由游客的人潮以及右下角的人潮来做一个紧致构图交叉的陪衬，让照片看起来更协调。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张我们可以切换不同的视角，使用24 mini 的超广角来拍出张力的感觉。那看一下构图的运用，主要是以对称构图还有蓝色的放射状构图所组合而成。大家可以看一下黄色区域的左上角跟右上角以及下方的前景人像的区块，都是做一个主要的陪衬，让整体的照片看起来更协调。那在进入明治神宫的内殿之后，由于人潮比较多或是比较广大，因此我们要去找一些特殊的主题来做一个拍摄的一个手法或是一个气氛的营造。因此我们这边就找到了会马的区域去做一个气氛营造的拍摄手法。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构图的方式，也是放射状的构图。下一张也是会马的一个拍摄，只是 Steven 这边的话修改了一下颜色，把它变成黑白，营造不同的一个气氛的营造一点神秘感。这边的构图线主要是红色的紧致线，只是斜角的紧致线跟放射状的一个综合运用。当然大家可以看一下黄色的区域构图主要还是在紧致的中间做一个对焦的构图。接着同样是在内殿Steven 运用不同的斜角低角度做一个张力的拍摄。构图线的运用的话，一样是红色的紧致构图来做一个运用，只不过是一个超广角一个斜角的张力，再加上蓝色的一个放射状由左下去做一个向右延伸的放射状构图的结合。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黄色的区域，上半部的话是树叶的一个陪衬，紧致构图的右上右下以及左下角分别是柱子以及左下角观光客的一个陪衬。接着同样是在内殿，这一张照片的话是在局部区域的一个局部拍摄，可以看一下构图线的运用，主要还是以红色的紧致构图为主，加上蓝色的放射状构图。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左下的黄色区域它是结合了紧致构图黄色区域以及蓝色的放射状的起始点。右上角黄色的区域的话是灯笼的一个位置，因此让照片看起来更加协调，进而增加一些气氛的营造。最后我们离开明治神宫的内殿，来到前往明治神宫外院的林荫大道。这边可以看到左边的照片38 mini 拍起来会比较广阔，看起来没有重点，因此 Steven 又拉了一个120 mini 的焦段去做一个主题性的拍摄。大家可以看一下构图线的运用，横向的红色线对称构图以及左右两条线区分成3分构图法的运用，配合上蓝色的放射状构图由右侧向左侧做一个延伸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在旅游拍摄的部分你如果只要能掌握好基本的一个紧致构图、3分构图或是对称构图法，你就会拍出蛮多不错的一些照片。因此大家如果可以善加利用紧致构图、放射状构图、对称构图或甚至3分构图法，把这几个基础的构图概念做一个良好的运用，对于往后的旅游拍摄记录将会更游刃有余
经过以上内容的分析之后，其实 Steven 也觉得非常可惜的一点就是，当时 Steven 在规划行程上面时间安排相对比较紧凑，因此无法在明治神宫当中拍出更多或是留下更多更精彩的一个照片哦。不过 Steven 也非常希望能够借由我影片的内容，能够帮助到更多准备规划去东京明治神宫走行程或是做旅游拍摄记录的朋友们，在拍摄上面的一个方向以及概念哦。当然，大家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跟 Steven 分享，您是否有在明治神宫当中拍出属于自己满意的作品了呢？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影片以及我影片内容的朋友，欢迎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那当然也可以分享给周遭喜欢的朋友哦。我是 Steven， 我们下次见，拜拜。